大多数人对恒星的结局理解都很简单，个头小的最后冷成一颗白矮星，个头大一点的它成一颗中子星，再大一点的直接它进黑洞里去。三条路，一条比一条极端，好像宇宙给恒星安排的下场翻来覆去就这三种。可实际上在中子星和黑洞之间一直空着一大块地方，一边是它到极致还剩一层硬壳的中子星，另一边是连光都爬不出来的黑洞。按理说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中间总该有点过渡吧，可我们抬头去数，数到的东西要么在这一边，要么在那一边，中间那一段安静的不太正常。而且这不是望远镜不够好的问题，这些年发现的中子星和黑洞已经不算少了，可名单摊开来一看，中间那一段就是稀稀拉拉，这块空白不是没人找过，是找了半个世纪，里面几乎还是空的。天文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质量缺口。缺口的边界是能写出数字来的。一颗典型的中子星大概 1.4 倍太阳质量，理论上它最多扛到2倍出头，再重就撑不住了。目前实测最重的那一颗属于黑寡妇那一类脉冲星，大约 2.35 倍太阳质量。之所以叫黑寡妇，是因为这种星会一点一点把自己的伴星吃掉，这个数字不是猜的，是盯着它的伴星一点一点量出来的。另一头恒星它出来的黑洞通常5倍太阳质量起步，也就是说3倍到5倍太阳质量之间的那一段几乎找不到住户。这就像你翻一个班的成绩单，90几分的有一堆，50几分的也有一堆，偏偏70分上下一个人都没有，显然哪里有问题。不过这几年刚才那句话得改一改了。2023年5月29日，位于利文斯顿的那台引力波探测器捕捉到一次并合，这是第4轮观测里第一个被单独写成论文的事件。信号里比较重的那个家伙质量大概落在 2.5 到 4.5 倍太阳质量之间，不多不少，正好卡在缺口中间。重的不像中子星，轻的又不像模型算出来的黑洞。3年多过去了，还是没人能说清它到底是什么。多数人倾向于说它是黑洞，可写论文的人自己都没把话说死。所以今天在讲这张空表格，说法得变一变，它不是空的，是里面有东西，我们认不出来。那么问题就来了，当物质被压过中子简并的那道极限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中子星和黑洞之间是不是还住着某种我们从没认出来的天体呢？几十年过去，这2个问题都还挂在那里。既然望远镜那边给不出答案，那纸鹤比这边就要出手了。反正没人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那就干脆把能想到的可能一个一个推演一遍。这活儿听着不太靠谱，可它有个好处，等哪天信号真的来了，好歹知道该往哪一栏里填。于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里，理论物理学家真的想出了一大堆离谱的东西。这份名单还有一条门槛，上面每一位候选人到今天都没有被真正确认过，哪怕其中有一个被坐实了，这份名单也就不成立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奇特星。这一大类东西要回答的，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在彻底塌成黑洞之前，当引力还在一档一档往下压的时候，一颗中子星还能变成什么？接下来的名单全是围着这一句话展开的。刚才说过，一颗典型的中子星大概 1.4 倍太阳质量，而它的半径只有10几公里，这2个数字要放在一起看才有味道。一个太阳那么多的物质被塞进了一座现成的地界里面，在这种地方，原子那种松松垮垮的结构早就散架了，核外的电子被硬生生按进原子核，跟里面的质子并成中子，整颗星到最后几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它外面裹着一层几公里厚的硬壳，可底下是流动的中子，这便是中子星。这个密度到底有多高，其实很难讲清楚。可以这样感受一下，原子核在一个原子里只占极小的一块，剩下的部分全是空的。中子星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空的部分统统挤掉，只留下核。它还转得极快，有些1秒钟能转上几百圈。我们能发现它们，靠的就是这种一下一下的规律信号。这一类天体被称为脉冲星，它表面的引力也强得没边。一个东西从1米高的地方松手掉下去，落到中子星表面的时候，速度已经能到每秒上千公里。不过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只关心一件事，它内部的物质到底是靠什么撑住的？答案要往回退一步才讲得清。个头小的恒星最后会冷成一颗白矮星，白矮星靠什么撑住呢？靠的是电子。大量电子被挤在一起的时候，会往外顶出一股压力，这股力被称为电子简并压。可它也有上限。上世纪30年代，一位20出头的印度年轻人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把这个上限算了出来，大约 1.4 倍太阳质量。
这个数字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一旦超过它，电子就顶不住了。接下来的是刚才说过，电子被按进原子核，把矮星它成中子星，所以中子减并压这堵墙其实是第二堵，第一堵早就踏过一次了。回到中子星，此时它内部的物质已经进入了中子减并态，走到这一步，它就没办法再被压缩了。减并这两个字听着有点悬，说的其实是很朴素的一件事，能坐的位置已经全被坐满了，谁也动不了，挤是挤不动的，因为根本没有空位可挤。至于为什么会坐满，原因不在天文里，在粒子物理里。中子属于粒子物理里的一大类，这一类粒子被称为费米子，它们有个共同的脾气，严格遵守泡利不相容原理。这个名字听着吓人，翻成大白话其实很简单，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位置上，绝对不可能同时坐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费米子。一个萝卜一个坑，中子也认这个规矩，所以当引力想把两个中子按进同一个位置，这条原理会爆发出一种极其恐怖的力量，硬生生把它们撑开。这股力被称为中子减并压。注意，它不是电磁斥力，也不用烧任何燃料，它就是那条规矩本身长出来的一堵墙。一颗中子星能在几十亿年里稳稳待着，靠的全是它。这堵墙能扛到多重？很早就有人算过。1939年，奥本海默和沃尔科夫做了第一次计算，他们当时给出的上限只有 0.7 倍太阳质量，比后来实测到的中子星轻得多。原因是那会儿还没人摸清中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后来把这一项补进去，上限才被推到2倍出头。这个上限至今还叫奥本海默极限，可它具体是多少，学界到现在也没完全谈拢。所以这堵墙还有个特点，它是有上限的，压力再往上加，墙迟早会被顶穿，而墙一穿，物质就得换一种方式活下去。倘若引力足够强，强到连中子减并压也开始吃力呢，这时候物质会想办法省力。要知道，泡利那条规矩是按种类算的，同一种粒子挤不进同一个坑，可换一个种类，就等于凭空多出一排坑。中子越挤越满，后来的只能做到能量很高的位置上去。这时候如果把一部分高能量的中子换成另一种更重的粒子，这笔账反而更划算。这种更重的粒子叫超子，它和中子一样都属于重子。重子这个词说的是由3个夸克拼起来的那一类粒子，中子和质子都在里面。超子和中子的区别在于，它的肚子里藏着一个奇夸克，多了这个奇夸克，它就多了一个量子数，叫奇异数。奇异数不一样，坑就不一样。于是那些原本无处可去的中子找到了新位置坐下去。此时抵抗物质进一步压缩的就不再只是中子减并压，而是一整群重子一起分担的减并压。最先冒出来的通常是那个叫兰姆达的超子，它比中子重了大约1/5，可它带来的新位置足够多，这笔账仍然划得来。这个想法一点都不新，早在1960年就有2位苏联天文学家把这笔账算过一遍。他们发现密度一旦过了某个门槛，超子的出现在能量上几乎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引力每加一档，物质要么碎一层，要么换一层，而顶住它的那样东西也就跟着换一茬。整份名单的排列顺序就是这么定下来的。于是中子星之后的第一位候选人就这么出现了，超子星。从外面看，它和一颗中子星没什么两样，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引力，同样转得飞快，同样会甩出脉冲，不一样的只有最里面那一小块地方，那里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子，而是掺进了一批带奇异数的重子。可这里出了一个麻烦，而且是到今天都没解决的麻烦。超子一旦出现，物质会变软，多了一批可以做的坑，粒子就不必再挤到高能量的位置上去，往外顶的那股劲头也就跟着松了。物质一软，这颗星能扛住的最大质量就往下掉。理论算出来，掺了超子的中子星最多也就 1.5 倍太阳质量上下，可我们在天上实测到的中子星明明有2倍出头的，这两件事对不上。这个矛盾有个正式的名字，超子谜题。有人说是超子之间还有别的排斥力没算进去，有人说超子登场的门槛其实比想象中高，也有人说物质早在超子出现之前就已经改走别的路了。几种解法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超子星这一战尴尬的地方很特别，它的原料几乎可以肯定存在，实验室里造得出超子，可它算出来的结果偏偏和天上看到的对不上。倘若引力还要再加一档，强到连一整群虫子一起分担都扛不住呢。走到这一步，能换的种类已经换完了，硬压下去，结果只有一个，虫子自己碎掉。我们知道中子也好，
超子也好，都不是基本粒子，它们的肚子里至少装着3个夸克，中子是2个下夸克加1个上夸克。正常情况下，这3个夸克被一种极强的力牢牢拴住，谁也别想单独跑出来。这种力被称为强相互作用，而这种谁也跑不掉的状态被称为夸克禁闭。可当密度高到一定程度，情况就变了，每个夸克身边挤满了别人的夸克，静的已经分不清谁属于谁，禁闭就这么失效了。此时抵抗物质进一步压缩的就不再是虫子减并压，而是夸克减并压。这种物质被称为夸克物质，由它构成的天体就被称为夸克星。这个想法提得很早，1965年2位苏联物理学家算过一遍，1970年日本的伊藤又独立算过一遍，可一直到今天它都还只是一种可能。麻烦在哪儿呢？很难把它和中子星分开，两者的大小差不多，质量差不多，引力效应也差不多。更要命的是，我们对这类天体内部处在什么状态了解的非常有限，以至于有些科学家怀疑我们已经观测到的某几颗中子星本来就是夸克星。历史上被反复怀疑过的有2颗，一颗的半径亮出来偏小，小到用常规的中子星模型不太好解释；另一颗冷得太快，热量散失的速度和预期对不上。不过这几年多了一个新办法，2017年8月，2台探测器同时收到一次双中子星并合的信号，2颗星在撞上之前会被对方的引力扯得变形，变形的程度和它内部物质的软硬直接相关。这个可以量出来的形变被称为潮汐形变，而描述那份软硬的那套式子被称为状态方程。这份数据一出来，不少偏硬的模型就被排除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能从外面摸一摸中子星里面的脾气，可惜到目前为止，它还不足以把夸克星和中子星分开。两桩公案到现在都没结，这个话题够单独讲一期，这里就不展开了。夸克星至少还算中规中矩，因为组成它的是最常见的那2种夸克，上夸克和下夸克。可我们目前描述基本粒子的那套框架被称为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里，夸克一共有6种，除了上下2种，还有灿夸克、奇夸克、顶夸克和底夸克。后面这几种属于第2代和第3代，大多极不稳定，寿命短得可怜，自然界里很难大量存在，一般只在对撞机里、高能宇宙线里，还有极早期的宇宙那种环境里露一下脸。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外，奇夸克稍微特殊一点，它比灿夸克和顶夸克都要耐活得多。而科学家后来发现了一个反常的情况，如果一堆夸克物质里只有上夸克和下夸克，那么按泡利那条规矩，总有一部分夸克要被顶到很高的能量位置上去。可要是掺进第3种，也就是奇夸克，局面就不一样了。奇夸克带着不同的量子数，等于又开了一排全新的坑，原本被顶到高处的那一批可以转下来坐进去，整个系统的能量因此降了一截。而低能量状态恰恰是宇宙最喜欢的，毕竟稳定嘛。于是有人提出了一种可能，会不会存在一种天体，由上夸克、下夸克和奇夸克3种混在一起构成，这种物质被称为奇异物质，对应的天体就叫奇异夸克星，也叫奇异星。这条线索最早由伯德默在1971年提出，真正把它推到极致的是1984年威腾的那篇论文。他说的东西相当吓人，如果奇异物质真的是能量更低的状态，那么我们熟悉的这些由原子核构成的普通物质其实只是暂时稳住的一个状态，真正的最终版本是奇异物质。桌子、空气、脚下的地球还有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全都停在半路上。到了1986年，阿尔科克和法尔西他们几个把这套想法做成了一颗具体的星，算出了半径，也算出了质量。顺带说一句，如果奇异星真的存在，它有一处很特别的地方，奇异物质是靠强相互作用把自己捆住的，不需要引力帮忙，所以它可以有一个非常陡的表面。中子星的外壳厚达几公里，而奇异星的边界理论上薄到只有1个原子核那么厚。当然，这个想法太过激进了，如果它是真的，整个宇宙的物质稳定性都得重新考虑一遍。所以目前大家更多还是把它当成一种有趣但完全没被证实的可能性。不过这条推论还带出一个更吓人的分支，如果奇异物质真的更稳定，那么一小块奇异物质掉进普通物质里，理论上会把碰到的东西一并转化过去。这一小块东西也有名字，叫奇异微团。当年重离子对撞机上马之前，这件事被认真讨论过，还专门写过安全评估。结论是不用担心，因为高能宇宙线在地球和月球上已经轰了几十亿年，什么事都没发生。可那份评估报告本身就说明这条推论当年是被当真过的。
把物质压到极限，除了会让粒子碎成更基本的东西，它其实还能干另一件事，它能让本来分了家的两种力重新合回一种。这话得从宇宙的极早期说起，在那个温度高的离谱的阶段，电磁力和弱合力原本是同一种力，后来宇宙冷下来，它们才分的家。这件事被称为电弱统一。那么反过来想，如果今天的宇宙里有哪个地方的能量密度还能高到那个程度，这两种力会不会又合回去？2009年，戴、卢、斯塔克曼和斯托伊科维奇4个人把这个念头写成了一篇论文。他们说，当恒星核心被压到某个门槛，夸克会通过电弱过程直接变成电子和中微子这一类粒子，这一类粒子被称为氢子。这个转化会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而这股能量往外顶的尽头理论上比夸克简并压还要大，足以让坍缩停在半路上。这种停在半路又能维持很久的状态被称为准平衡态。此时抵抗物质进一步压缩的就不再是任何一种简并压，而是一台还在烧着的引擎。这种天体被称为电弱星。注意，这一站和前面几站不一样，前面那些靠的是简并压，是一堵不烧任何东西的死墙，而电弱星靠的是不断释放出来的能量，它更像恒星燃烧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终点。有意思的是，它的参数算下来，它的质量大概 1.3 倍太阳质量，半径大概8公里。把这两个数字跟中子星摆在一起，就会发现，从外面看，它和一颗中子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有最里面那一小块正在烧的核心。它能撑多久呢？算下来大概是1000万年上下。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很长了，可对一颗恒星来说只是一瞬。那能不能找到它呢？理论上它是有指纹的，麻烦在于它释放的能量绝大部分被中微子带走，而中微子恰恰是最难抓的东西。真正有机会被看到的是露出来的那一小撮光，可要读懂那一小撮光，前提是我们得比现在更了解这颗星。文献里提过一条识别特征，把中微子震荡算进去之后，3代中微子的数量应该一样多。听起来不难，可到今天一个候选者都还没有。不管是超子星、夸克星、奇异星还是电弱星，对理论物理学家来说，这些可能都还不够激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再怎么折腾，用的都还是标准模型里已经有的那几种粒子。于是有人干脆把手伸到了更下面一层。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粒子物理界正被一个问题烦得不行，粒子的种类太多了。随着加速器一台造的比一台大，能被观察到的粒子越来越多。到60年代，光是被记录下来的粒子种类就已经有200多种。人们形象地把这个局面称为粒子动物园。基本粒子按理说应该是最少的那一层，怎么会有200多种？于是有人想，会不会夸克和氢子其实也不是最基本的？会不会它们下面还藏着一层？1974年，帕蒂和萨拉姆先提了一个前身。到1979年，哈拉里和舒普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套模型，把那种更基本的东西叫做前子。前是前后的前，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的原意就是最初，它在中文里也被译作亚夸克。这里有一件事必须分开说，很多人会混。前子这个想法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产物，可真的有人把它拿去造一颗星，那是2005年的事。写那篇论文的是2位瑞典人，汉森和桑丁。他们说，假如前子真的存在，那么当物质被压得连夸克简并压都扛不住的时候，夸克会进一步碎成前子。此时抵抗压缩的就不再是夸克简并压，而是前子简并压。对应的天体被称为前子星。如果把这套原理一路往恒星的质量上外推，它的体积会小得吓人。同样多的物质，中子星要占一座县城，夸克星差不了多少，而前子星只需要几百米甚至几十米。这个尺度相当于把一整个太阳硬塞进一栋6层的居民楼里，可想而知。不过这里有2处得说清楚。第一，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实验能够证明前子的存在。加速器把能量推得越来越高，也没在夸克里面看到任何结构。电子和夸克在实验里看上去仍然是一个点，没有大小，也没有零件。第二，汉森和桑丁那篇论文里的前子星其实又小又轻，跟白矮星、中子星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他们把它当成冷暗物质的候选者，也当成超高能宇宙线的来源，而不是拿来填那道缺口的。把它做成一颗恒星质量的天体，是后来的人把原理往外推的结果。理论研究往往就是这样，先假设它存在，再去找相关的迹象。如果你觉得前子星已经够奇葩了，那还是小瞧了理论家能走多远。前子虽然离谱，可它依旧是费米子。你回头看看这条链，
从中子到超子，从夸克到前子，每一位候选人都是费米子，他们守的是同一条规矩，用的是同一堵墙。可是谁说一颗天体就一定得由费米子构成呢？这里面就不能有拨骰子的一席之地吗？刚才说了，费米子讲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拨骰子可不认这一套。大量的拨骰子可以同时挤进同一个量子态里去，要多少有多少。这种状态被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它在实验室里早就被做出来过，只不过做的是极冷的原子气体，跟星体不沾边。于是有人设想，宇宙里会不会存在一种天体，干脆就由拨骰子聚在一起撑起来。这个念头比很多人以为的要老。1968年考普先写了一篇，第2年鲁菲尼和伯纳佐拉又写了一篇，这类天体被称为拨骰子星，它跟前面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费米子是直接拿来构成物质的，拨骰子主要负责传递力，光子传递电磁力，胶子传递强力， W 拨骰子和G 拨骰子传递弱力。哪怕是那个到现在都没被找到的引力子，它也属于拨骰子。既然抗压的机制整个换了，那么那个老问题的答案也就跟着变了。此时顶住引力的不再是任何一种简并压，而是量子力学不允许一个波包被无限压小的那种脾气。说白了，是它自己的波动性在往外撑。不过要能撑起一颗星，对拨骰子也是有要求的，它得有质量，得足够稳定，还得足够多。3条里少一条，这颗星就聚不起来。这里还有一条很反直觉的关系，拨骰子越轻，聚出来的星反而越大，拨骰子越重，星就越小。所以同一套理论既能给出小到公里级的天体，也能给出大的足以坐进星系中心的天体。到底是哪一种，全看那颗拨骰子有多重，而它有多重，我们并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说，拨骰子星的外面没有那道有境无处的边界，也就是通常说的事件世界，它也没有硬邦邦的表面，光可以直接从它身体里穿过去，只是会被扭一下。这就意味着一颗拨骰子星从外面看很可能被我们当成黑洞。这一类东西有个统称，黑洞模仿者。甚至有人认真问过，银河系中心那个又重又暗的家伙会不会其实不是黑洞，而是这么一团凝聚体。目前的观测还没法把这条路完全堵死。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一种叫轴子的拨骰子。没错，就是那个被当作暗物质候选者的轴子。它当初被提出来根本不是为了造星。1977年，佩切伊和奎因为了解决强相互作用里的一个对称性难题，提出了一套机制。韦尔切克顺手给这套机制里冒出来的新粒子起了名字，由它构成的天体就被称为轴子星。假设轴子星真的存在，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内部是一团宏观的量子凝聚体，靠自身的引力抱成一个球，可这个球不发光，也几乎不挡光，站在它面前什么都看不见。虽然看不见，但它有质量，引力效应就一定还在，所以理论上我们还是有办法找它。它背后的光会被扭一下，它要是和别的致密天体撞上，还会抖出引力波。这2条都是可以真的拿去量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暗物质的味道？其实这份名单上被怀疑过是暗物质的不止它一个。前面那颗前子星最早也是被当成冷暗物质的候选者写进论文的。这不是巧合，凡是又重又暗又不太爱跟别的东西打交道的，都会被顺手扔进暗物质那个箩筐里。轴子如果存在，质量会轻得离谱。按刚才那条关系推下去，轴子星的个头可以从公里级一路排到极小的一团。有人甚至认为宇宙里可能飘着大量这种小块头的凝聚体，只是从来没被撞见过。还有人算过一件更有意思的事，这种凝聚体如果攒得太重，会撑不住自己塌下去，然后在极短的时间里把能量放出来。于是有人怀疑，我们收到的那些来路不明的射电闪光，会不会有一部分就是这么来的？那类信号被称为快速射电暴。这只是猜想里的一个分支，目前没有任何一条证据能对得上。当然，到今天为止，轴子本身都还没有被抓到过。全世界有好几台专门找它的实验在跑，找了几十年，一直是空的。与之类似的，还有一种天体叫做 Q 星，这里的 Q 代表一种守恒荷，比如重子数，比如轻子数，或者电荷。这个想法的源头是1985年科尔曼提出的 Q 球，那是一团靠守恒荷撑住，自己不散开的场。到了1990年，巴考尔、林恩和塞利普斯基几个人接着问了一句，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中子星会不会其实是 Q 星？此时顶住引力的既不是简并压，也不是热压，而是那份守恒荷本身。和不能凭空消失，物质就散不掉。
某些情况下 Q 星的质量可以超过奥本海默极限，也就是超过中子星理论上的那道上限，可它并不会形成事件世界，这意味着理论上它是有表面的，是摸得到的，只是这种天体密度极高，不发光，引力极强，跟黑洞一样能把背后的光线扭弯，所以它也常被当作黑洞的一种替代品。不过这条思路本身有个好处，它不挑材料，只要有一种守恒核攒得住，就能照着造出一颗来。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守恒核能不能真的攒到那种量级上，而这一点目前谁也没办法验证。不管是波骰子星、轴子星还是 Q 星，它们其实都可以被归到同一类里去。孤子星这个概念的根子扎得很深，孤子这个词最早不是从粒子物里来的，是从水波来的。19世纪有人在运河上追过一个不散开的孤立水包，那个水包一路跑出好几公里都没散，后来这种不散开的解被搬进了常论里。1976年，弗里德伯格、李政道和瑟林3个人搭出了菲托普孤子的框架。到80年代后期，李政道和朋又把它做成了一颗星。那么孤子星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把学术上的说法原样念一遍，它是一组非线性场方程给出的解，这个解在空间里是局域的，能量有限，随时间稳定，不会自己散开。我知道这句话每个字都认的，可连成一句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这恰恰就是孤子星最奇特的地方，它已经跑到日常语言能描述的范围之外去了。所以你要问构成孤子星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它可以是某种非米子，也可以是某种波骰子，它甚至不必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粒子，而是一个场自己打的结。但不管怎样，它都不是由我们熟悉的普通物质构成的天体。换个说法，前面那几位候选人是几种不同的填法，而孤子星是把这些填法打包起来的那张纸。这张纸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靠简并压，也不靠守恒核，它靠的是场本身的非线性。说白了，就是这个场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捆成一个不肯散开的疙瘩，有多大，有多重，全由那个场的参数说了算。所以孤子星不是一种天体，而是一整族天体。当然，这份名单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还有一种东西叫引力真空星。2001年由马祖尔和莫托拉提出，他的思路更狠。他说黑洞里面根本不是什么气点，而是一层薄壳，包着一块性质特殊的真空。那种真空也有名字，叫德希特真空。往下还有黑心，还有模糊球，还有普朗克星。这些名字背后其实是同一个念头的不同版本，就是黑洞也许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东西。这些每一个都够单独讲一期，这里就不赘述了。我把它们摆在这儿，只是想说明一件事，而且再往后走，思路会变得越来越怪。前面那些讨论的还是物质本身，到了这一层，讨论的已经是时空自己了。这份名单没有写完，也没打算写完。好了，可以看到，为了填上中子星和黑洞之间那道缺口，科学家们的脑洞是越开越大，从中子到超子，从夸克到前子，再从费米子整个跳到波骰子，最后跳进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地方。回头数一数，这一路上换过的墙已经有好几堵，电子简并压，中子简并压，重子简并压，夸克简并压，前子简并压，再往后连简并压都不用了。每换一堵，天体就换一个名字。也许这些猜想最终都会被证明是错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研究没有意义，因为科学探索往往不是沿着一条正确的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在无数种可能里一次一次的试错。每一个看起来天马行空的理论，其实都在帮我们把边界往外推一点点。知识的边界不是走出来的，是一次一次撞出来的。更何况这一回情况和以往还不太一样，缺口里已经掉进来一个东西了。2023年那次信号到今天还挂在那儿，没人认得出他是谁，而这份名单上说不定就有他的名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见。